潜意识当中的另一个你长什么样子？你见过他吗？给我3分钟的时间，我将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见到他，并且疗愈他。在开始体验前，有2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第二个，让你自己处于放松和专注的状态下。先点赞后体验，养成好习惯，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可以躺下，也可以坐下。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会感受到一阵的放松。在按摩你的双眼，每一次按摩都会缓解掉你眼睛的疲劳和压力。发挥你所有的想象，你正站在一片绿色柔软的草地上，阳光从你的头顶照射到你的四肢，温暖你的全身。你可以感受到脚下草地的柔软，每走一步都会进入到更放松的状态下。你可以自由地在草地上行走，从头到脚，放松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放松你的额头，放松你的五官和脸颊，放松你的颈椎和肩膀，放松你的胸腔，保持你的呼吸越来越通畅，越来越平稳。放松你的背部和背部的肌肉，放松你的小腹和你的肠胃，放松你的腰椎和你的尾椎，放松你的双臂和双手，放松你的双腿和双脚，从头到脚，放松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和器官。你已经处于最放松的状态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周围的景色和草地上的一切。在草地的中央，有一座橙黄色的房子，让你感到温暖而舒适。请你走到房子面前，仔细观察房子的特征和它的材质。当我数到3，你会用你的方式进入到橙黄色的房子中。在房子里，你会看到另一个你。1、2、3，请你仔细观察它有什么特征，它是什么年龄，又有什么样的穿着。橙黄色的房子里充满了温暖或安全。你看到的另一个他，是勇敢和自信的，还是委屈和脆弱的？我会给你一点时间，请你用一句话告诉他，你期待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走到他的面前，拥抱和温暖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有流泪的感受，请允许自己有疗愈的机会。你会感受到内在的能量在不断的建立和升起，你的身体也会逐渐的温暖。它在你的鼓励下，是否在成长或者改变呢？当我数到3，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1、2、3。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早地患各种各样的病？按理来说，我们对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医疗条件越来越好，养生方式数不胜数，各种高科技、量子治疗、人工智能、核磁共振等等，疾病应该越来越好对付才对。但为什么病越来越多，病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要钱有钱，要背景有背景，
完全可以吃世界上最贵的药，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住世界上最贵的病床，但是为什么依然治不好自己的病呢？有时想想，我们真的很可悲。我们熬着最深的夜，扛着最大的压力，面对着最复杂的环境，但不知道哪一天，大病的厄运就降临了，而且让我们束手无策。现如今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可以抵达太空和月球，却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手无寸铁，只能坐以待毙。现代文明难道是一种变相的枷锁？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修心养性，使自己的心更加强大。其实现在的病已经不再单纯，只是我们的身体运转出了问题，而是心理状态、社会运转等其他方面共同导致的结果，已经是深层次的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一个人为什么会得胃溃疡？是因为胃那个地方没有新鲜血液，因为新鲜血液是最好的修复工具，含有抗体、吞噬细胞、营养等。那里为什么胃里没有新鲜血液的流入呢？《黄帝内经》里说，怒气伤肝。一个人要是经常发怒抱怨，肝内就会慢慢的积累浊气。我们都知道肝胆相连，肝脏的浊气传给胆，进一步再传给了胃里，于是胃里的浊气越来越多，就会把正常的血流堵住了，导致新鲜血液无法快速顺利的流动，因此就会感染细菌病毒。因此很多身病往往就是心病。先看我们东方的智慧，正如《黄帝内经》所言，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一切都是内心出了问题。我们每一个心情，每一个念头，都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状态，日积月累，再通过外在的器官表现出来，最终形成病症。再看西方的科学成果，一位外国内科医生根据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经验，总结出一个规律，说人将近80%的病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只有20%左右的病是因为细菌感染等外来因素所导致。还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猴子吊起来，并不是基于电刺激，使猴子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不久，猴子便得了胃溃疡。采用纤维胃镜、X 光脑电图及生化，对胃病的病理机制进行研究，发现胃病的发生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或抑制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密切相关。因此，修心和治病应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修心，即便服用灵丹琼浆也无法延年益寿。秦始皇权力够大了吧？他发动了全国的力量，也找不到灵丹妙药。其实真正的灵丹妙药就在他心里，但是他看不到，因为他被高高在上的权力蒙蔽了双眼。同样的道理，现代人都被浮躁的环境蒙蔽了双眼。我们总是在外求，就是不肯内求，心神不安，情形躁急，欲望缠身，长恨绵绵，才是我们生病的最根源。心病还需用心药，心得第一大忌讳是乱，心乱了，一切都会失常。心平则气和，气和则血顺，血顺则精气足，精气足则神旺。人活着就讲究一个精气神，这使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非常顽强。这不叫唯心主义，这叫士气。
就好比两军打仗时候，士气旺盛的一定赢。其实无论是打仗，还是做销售，还是创业等等，人都必须有一种昂扬的状态，才能战胜困难。故治病当以舍心为主。有的人内心太脆弱，比如忽然知自己得了重病或癌症，瞬间内心就坍塌了，这就麻烦了。人在生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怨恨心，抱怨上天不公，抱怨命运坎坷。只要内心能安定，坦然处之，接下来都是小问题。为什么那些参透大道的人，身体更健康呢？因为他们精通世间万物的运转逻辑，明白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明白起伏才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当他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并不会抱怨，而是坦然面对。万事万物都有规律，任何事物都要经过生长熟藏4个过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潜龙勿用的阶段，就应该埋头苦干，该你养精蓄锐时，也别着急出人头地。如果经历突发的苦难，说明前面有一个更大的收获。人要是到了这种意识，到了这种境界，很难做到内心不淡定。正如丰子恺所说，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就像人有结实的核心肌群，会动作连贯，步伐稳健，内心稳定的人，总是自成节奏，人生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的，任谁也不能将之扰乱。可别小看这定力2字，在这个有些浮躁，也有点喧哗的世界，能拥有一颗宁定沉淀的心，是报以世间最深挚的温柔，也是最安宁的回音。人活着要定心静心寡欲，心乱了，生活就乱了，心躁了，烦恼就来了，欲少了，反而得了个清净。做人要学会定心静心寡欲，如此方能守住心中的那片净土，享受内心世界的安宁。定心是让自己的心定下来，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临危不乱。静心是让自己心静下来，去掉浮躁退去。浮华寡欲是让自己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学会知足，懂得满足。世界很嘈杂，人心很复杂，但你要尽量简单，你变简单了，这个世界也就简单了。简单的心，简单的生活，简单的快乐，其实这才是难能可贵的，这才是最不简单的。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名逐利，一直忙碌着，直到后来才突然发现，自己过了大半辈子都是在瞎忙活，原来自己的心一直漂浮不定。是啊，人的心如果不能安定下来，那你所做的一切很可能都是白忙活。定心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应该追求什么，而不是瞎忙活。人生最忌是个乱字，心乱了，对外可以稳势，对内可以打扰血气，使内分泌失常。身体患病的起初，无不是因为心虚弱，外邪趁虚而入，而心虚气弱，就是因为心昏脑乱，身体不充，产生了种种不安，烦恼怒恐怖喜忧昏疑都是乱，是人多病短寿的根源。心的第2大忌讳是贪，做人千万不要贪图那些自己还配不上的东西，不要生出过多的贪念。我们奢求过多，眼光过高，是在给自己制造障碍。尤其是这4样不能贪，
一不贪便宜。俗话说贪小便宜吃大亏。为什么这么说？当你贪便宜的时候，吞占的是他人的利益，有损的是他人的钱财，那么我们一定会把人得罪，丢掉了好人品好形象，失去了自己的好人脉。利益二字靠贪不可得，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让出来的。你和我真诚共事，我与你互相搭台让利，给彼此是做人的厚道，宁愿吃亏不占便宜，是好人品的体现。做可信之人，才拥有他人信赖；做靠谱之人，才让人安心重用。二不贪虚名。什么是虚名？靠演绎的来的好名，靠宣传拥有的口碑，靠作假收获的头衔。名头是虚的，不是真实的。这样的名声有人喜欢贪，因为有了这样的虚名，可以维持好形象，助他不择手段敛财。其实这样的虚名贪了也早晚会失去，因为徒有虚名，为人假模假样，从来不做实事，不会真的得到大家的认可。一个人的名声，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好人品。人品端正比啥都管用，人靠得住是最好口碑。三不贪安逸。可以躺在温暖的床上，谁愿意顶风冒雨前行？为什么我们都选择为生活奔波？因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干起来才能养活自己，动起来才能充实生活，忙起来才能实现价值。如若我们过于安逸，心里面没有了斗志，总想着懒散度日，我们会让爱我们的人失望不说，还会丢掉自己对生活的热忱。一旦失去了热忱，没有了目标，我们就会越来越不自信，甚至因为无所事事而痛苦。不要贪图安逸，安逸不是人生的避风港，坚强和志气才能护你一生周全。四不贪钱财。不要过于贪图钱财，总是想着和他人比来比去，那样我们会活得痛苦。千万不要因为赚钱比不过别人，就生出了贪婪的心，走捷径骗钱财，给自己招惹灾祸。人这一生，走自己的路，赚自己的钱，赚多了我们多花，赚少了我们少花。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能教育出懂事上进的孩子，其实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我们虽然赚钱不多，但我们为人靠谱，做事坦荡，我们拥有和睦的家庭，就是一生最大的富有。一个贪字，能让人心神错乱，让人鬼迷心窍，行为乱了套，引起身外的祸乱。还是小事，让自己身体的运转也乱了套，这才是大事。人只要贪，必然会透支自己身体去索求更多东西。贪得无厌的背后就是透支无度。短时间身体的毛病不会显现，但是只要显现的时候，往往就是积重难返。为什么在中医里没有癌症？因为上攻治未病，下攻治已病。真正的中医其实是在传道，他们教会我们平衡自己的身体，从而不会发生极端的恶果。而癌症就是因为平时从不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结果导致累积出了极端的恶果。而现在的环境把所有传统秩序都打乱了，甚至把人引入了魔道。所谓魔道，就是造假投机，互相坑骗，这些把人们引入无限的贪欲世界。人间疑难杂症肯定会越来越多，贪食贪胜贪得贪恶都可以治病，如果贪求却得不到，
就容易产生嗔心，嗔使心脏气促，胆经肝旺，六脉震动，五脏沸腾，外邪就会趁机入侵身体，成为发病的起因。多嗔伤肝，愤怒伤肝，劳虑伤神，尤其生病时最忌讳心悸。这个时候一定要安然顺手，让心安定，然后慢慢调理，心安才能气顺，气顺才能除病，否则心急火伤，肝气受损，加重病情，心神凝一，浑身的血气才能健全发挥。韩非子中有句话：贪必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贪婪任性、贪图小利，都是灭国杀身的根由。深以为然。太过贪婪的人生是一场灾难，心太贪，往往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人太过贪心，得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又想成仙，人就长了两只手，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呢？多一物有多一物的烦恼，少一物有少一物的自在，所得所不得，皆不如心安理得。心的第三大忌讳是恨，先有解不开的恨，才有治不好的病。如果一个人总把一切问题归罪于外界，说明他们从不反省自己的问题，看不到内心的不足。恨别人，恨环境，恨上天不公，恨生不逢时，这种人一定会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样子，他们的内心是失衡的，表现出来的言语和行为一定也是失衡的。这种人往往会意志消沉，郁郁寡欢，抑郁敏感，长期发展下去，身体情况可想而知。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宽恕才是最好的药方。常言道，心宽体盘，只吃不胖的人，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身材，但是往往此类人很难积攒住福报。而心广体盘是相学中对于丰盈体相的一种表述。在传统相学中认为，丰满的身材代表着财运出色，容易获得财运和福运。心广体盘不仅是大学中强调的君子之道，更是中医千百年来摄身养护实践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心宽不是摆烂，也不是庸碌无为、无所事事，它是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是无论在面对人生的何等境遇之时，都能泰然自若、勇毅前行的处世之道。在浮华繁忙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自我内耗、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低谷情绪之中。这些情绪影响着身体，而身体的虚弱或患病又反过来刺激着内心，最终形成恶性的循环。因此唯有心宽，才得安宁。生活中为人宽容，细度宽宏，处事宽敞，待人宽厚，多一点豪情，多一点体谅，多一点安慰，多一点洒脱，让自己的内心回归宽宁之境，方能心安体泰，心大一点，少想一些，才能活得轻松，过得自在。唯有心宽，方得自在。内心没有郁结的人，才能活得通透。通透是一个人身体核心里的最健康状态。活得通透，明白人生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活得通透。人只有悟透了人生的真谛，让自己活得通透一些，才能获得更大一些、更多一些的快乐。活得通透的人都有大格局，他懂得站在2楼朝下看，或许看到的是一些垃圾；若站在50楼往下看，
则处处都是好风景，懂得凡事没有理所当然。有人给自己1颗糖，心里很高兴，如果看到那个人给别人2颗糖，也不会不开心。他们不会活得太累，他们懂得烟火红尘中有繁华也有落寞，有晴空丽日，也有风霜雪雨，有炫美的鲜花，也有挡道的荆棘。在他们心中，云卷云舒是风景，花开花落皆美丽，月缺月圆顺规律，酸甜苦辣皆是味，悲欢离合是常事。一个活得通透的人，他明白世事无常莫在意，懂得看淡想开最明智，知道享受清欢最惬意。小的人生难免经风雨，明了活得快乐是硬道理。他深谙怎样的人生更有意义。活得通透的人，最懂得做人，既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既能笑迎明媚的春天，又能面对严寒的冬季，既能乐享疯癫的无限风光，又能从容应对身处谷底的窘迫。他们不会一味地和别人攀比，也不会因自己不如别人风光而唉声叹气，因为他们懂得，富贵荣华不过是花间露草头霜，世间除了生死，都不是大事。人到100年之后，都是一把尘土。所以要活得开心一点，大度一点，洒脱一点。一个活得通透的人，一定会心静，心静了才不再妄想。不去妄想的人，就减少了许多的烦恼。心静的人，才会有高雅的情趣。或泡上一杯淡淡的香茗，打开自己喜欢的书卷，在唐诗宋词中品味，或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写字作画，弹琴奏曲，或在静谧的小河边钓钓鱼，或在小广场上跳跳舞。如此这般，修心养性，运动锻炼，岂不美哉？在乐观的人心目中，活得通透，一身轻松，其乐无穷。而对那些心态消极、心情阴郁的人来说，做到通透是很累、很无奈，甚至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给自己制造烦恼，而赶走了快乐。真正通透的人，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底线。活得通透的人，阳光热情，大度包容，对人真诚友好，不会斤斤计较，所以每天都快快乐乐。所以说，未来社会，一个人要想长寿健康，必须要修心。修心比努力和拼搏更重要。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面对各种外界变化，要把无常当有常，让红尘练心，练出一个强大的内心，才是未来一个人最关键的能力。修心的秘诀就是一个字：静。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与自然的共融能力，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比如佛家的禅修，是让自己的大脑和全部身心细胞处于高度安静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超导体一样。道家的只须急，守静笃，万物并作，就是教我们用极度安静的体验事物循环往复的规律，从而得到真正的静。无论顺风顺水，还是波涛汹涌，心情都是一样的淡定，没有牢骚，没有抱怨，没有妄想，没有执念，身体就很少出现问题。他们敞开心扉，宽恕了别人，把愤怒、焦虑、恐惧都放出去，气血自然通畅无碍。人生最毒乃贪嗔痴三毒，
这三毒才是身体的大敌。人生修行贵在修心，学会修心，百毒不侵。修好这颗心，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惊慌不迷茫。修心和成就金钱科技水平都无关，只取决于一个人的觉悟。修心的好处不只是身体健康，更是为了打开我们先天的智慧和能力。王阳明诗曰：人人自有罗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心，它是指引人生方向的罗盘针总根源。欲治身先修心，修一颗不纠缠的心，专注自己，放大格局。修一颗不贪婪的心，懂得知足，增长智慧。修一颗不自私的心，行有善举，拓宽眼界。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养心的最高境界是内心慈悲。慈悲的人有一种宽容，他们能融化万物，和谐与共。慈悲的人有一种自律，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慈悲的人有一种自信，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自信更不需要被证明。其实无论穷或者富，人越成熟，就越容易发现一个道理：人生最难得的是能够心安理得的生活。穷富不是根本，更不可能是永恒。富人不造福，而享福只是消福。消尽则穷，穷人能勤，即使造福。心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十分巨大，有时甚至关乎生死。所以要想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关键就在于如何引导和掌握自己的心境。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竞争空前激烈，人们的内心普遍受到各种压力的侵扰。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我们要想在人生中获得幸福，就得凝思静虑，逆行于心，让自己的心灵安静下来，在脑海中经常想象自己所希望的美好幸福的事情，让它形成一幅稳定生动的心理图像，发挥主导作用，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那些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的心灵本来有着惊人的能力和智慧，在没有外物干扰、宁静平和的状态下，能以更高的效率、更正确的方式来应对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如果你觉得诸事不顺，疲惫不堪，身体也越来越差，也许你该将眼光投向自己的内心去检，锁心内的陋习，跨越自己的心坎。若能把心中之贼破掉，学业家业事业就会改观。此心光明，人生才能光明。